一间屋子，一张桌子。17岁面临生死离别，19岁继承亿万家产，房屋之内宅家80年。宅家之后唯一一次走出房门是因为去世。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一宅家便是80年足不出户，而这个被称为骨灰级宅女的女人又到底有多骨灰？点赞一下，祝您暴富，财运滚滚。温室里的花朵，她便是20世纪美国铜矿大王之女胡格特·克拉克。究其一生，除去其继承的亿万家产，胡格特本人也是尤其受到外界关注。一方面是美貌，而另一方面便是能力。只是这令人震惊的商业才子之女，却是耗费足足80年进行蜗居，可以说是半辈子与世隔绝，也是足以被人称之为温室里的花朵。那么，胡格特又是为何如此？1906年，胡格特·克拉克出生在艺术之都法国巴黎，父亲正是名噪一时的美国铜矿巨头威廉·安德鲁·克拉克，可以说是淘金时代最富有的人之一。胡格特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生活在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富之中，属于那种赢在罗马的孩子，而且还是贵族中的贵族。作为一个富有的男人，威廉的感情生活也很丰富多彩，先后经历2段婚姻。第一任妻子为他生下4个孩子，之后因病去世。第二任妻子整整比威廉小了39岁，为丈夫生2个女儿。胡格特就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独得家人万千宠爱，宛如生活在童话中的公主。8位仆人犹如星辰环绕，时刻守护在她的身边。她无需踏出家门，就能欣赏到奇妙的动物世界，因为父亲在家中为她打造了一个动物园。为了让女儿的童年欢乐，父亲不惜工本，又在家中精心打造华丽的舞厅，充满趣味的游乐场。好似在威廉心中，胡格特的每一个微笑才是他不懈追求的目标。胡格特对娃娃情有独钟，他就不遗余力地从世界各地搜罗珍贵的娃娃，将一份份精美礼物呈现在女儿面前。曾颇有创意的在生日那天送给胡格特一个一定制的洋娃娃，后者收到礼物开心不已。胡格特6岁时对小提琴的声音着迷，威廉立刻为他带来了一把名为 La Pucelle 的小提琴。这把琴纯净无瑕，无数小提琴家对此梦寐以求，甚至曾以天价在拍卖会上成交，被誉为世间最为完美的乐器。然而，它最终却成为胡格特手中的宝贝，成为童年时光中的一件珍贵玩具。在家庭里，胡格特不仅深受父亲的宠爱，姐姐安德烈对他也是倍加宠爱，两人如影随形，无论是跃马扬鞭抚琴弄音，还是挥毫泼墨，这对姐妹花总是一起，即便夜深人静也要相拥入眠。胡格特对姐姐的依赖超越常规，曾深情地向身边的人透露，安德烈对我来说就是这世上另一个自己，他总能洞察我的心情，带给我无尽的欢乐。在胡格特心中，姐姐的地位甚至超越母亲，成为最坚实的后盾和最温暖的庇护。他曾相信这样的美好会永远延续，会一直生活在童话的甜蜜中。然而无情的事实终将梦幻击得粉碎。13岁那年，胡格特首次品尝命运的无情。在姐姐安德烈即将庆祝17岁生日的前几天，脑膜炎无情地将她带走。人们说，巨大的悲痛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胡格特也不例外。从那以后，他变得沉静而寡欢，泪水成为孤独时的伴侣。沉痛的打击并未就此止步。不久后，亲爱的父亲健康状况急剧下滑，短短6年也离他而去。父亲去世后，胡格特继承高达3亿美元的遗产，按现值换算，相当于36亿美元的惊人财富。只在为女儿遮挡人生的风雨，胡格特被催促着快快长大。父亲的公司，家里的顶梁柱，胡格特变得愈发成熟。本以为上天会让胡格特接下来的人生顺利些，然而一个男子的出现却是成为了胡格特选择宅家80年的导火索。爱情骗子威廉·高尔让他认清了人性。这个在胡格特人生至暗时刻出现的男子，仿佛一束救赎的光出现在胡格特的生活。除去男子的温柔之外，觉得男子亲切的缘由便是他的名字，和胡格特父亲同样的名字威廉。
所以每次去到银行办事的胡格特便会对威廉的好感多上几分。就这样，你来我往之间，胡格特对威廉产生了男女之情，而威廉同样如此。看着眼前貌美的胡格特，威廉动了心思，但是更令其动心的还得是胡格特的身份。毕竟铜矿大王的女儿，身上的财富又当会有多少？每月仅靠30美元薪资度日的他，一直憧憬着有朝一日能结识社会名流中的富贵女士，以此扭转自己的人生轨迹。就这样，高尔便注意到胡格特，他不仅年轻貌美，而且家境显赫，很显然符合他的一切条件。了解胡格特令人啧舌的财产状况后，高尔全力以赴地发起追求攻势，不遗余力地向这位20多岁的姑娘展示自己的关怀与殷勤，最终赢得对方的青睐。3年后，胡格特心中萌生与威廉·高尔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的愿望，然而母亲对此却持有坚定的反对态度。在母亲的眼里，那位每月仅挣得30块钱的年轻人，不过是觊觎胡格特的家财，对女儿的感情不过是虚情假意，爱情使人盲目。1928年，胡格特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劝阻，毅然决然与高尔结为连理。婚姻的甜蜜并未持续太久，高尔很快就露出真实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胡格特渐渐失去耐心，他常常恶语相向，甚至挥霍胡格特的钱财，沉溺于吃喝嫖赌之中。有一次，公然将2名应召女郎带回家过夜。从前失去姐姐和父亲的孤独感再次向胡格特袭来，而威廉之所以如此潇洒，便是在等待胡格特的爆发，这样自己也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一笔离婚费。长期的失望使得胡格特彻底动了离婚的念头，只是令其如何想不到，威廉却是尤其兴奋。准确地说，威廉就是在等这一笔巨额钱款。也是那一刻，胡格特才明白，从头到尾温柔的威廉只是相中了自己的家产，背叛心凉。本就无所依靠的胡格特对人性产生了质疑。离婚后的胡格特在房门内待上许久，无论母亲如何询问，便都是不作声。自23岁那年起，胡格特便告别繁华的社交场，大多数时间选择在曼哈顿第5大道的豪华寓所中闭门不出，如此度过长达80年的岁月。那个占地1400平方米的豪华公寓里，有12层高楼，胡格特独自占据2个楼层，随心所欲地布置着42个房间，每个空间都像一座微型艺术殿堂。从精致的橱柜到古雅的座钟，从桌面到烛台，无不透露着艺术的无价之美。这里就是他的世界。胡格特热衷于收藏，不断通过匿名方式委托他人购买心爱的艺术品。家中世界级的名画星罗棋布，如莫奈的睡莲、雷诺阿的菊花等多达数百幅。他不仅是艺术的收藏者，更是创造者。画作中的日本艺伎、华美的和服、盛开的樱花，构成独特的视觉符号。音乐也是胡格特的挚爱，名贵的钢琴、小提琴、竖琴等乐器在他的居室内比比皆是。自1963年母亲离世，胡格特的生活就变得更加简单，世界再一次缩小，朋友总数不超过5人，日子多在室内度过，与外界的主要联系就是那些搜寻娃娃的人。随着岁月流转，胡格特从稚嫩的童年步入沉稳的老年，对娃娃的热爱却始终如一。这些娃娃如同父亲和姐姐，是不会离他而去的家人。甚至在86岁高龄时，以3万美金购得一只法式娃娃。他还曾亲笔写信给时装大师迪奥，只为给心爱的娃娃定制衣装，与大师讨论每一处细节。那上千个娃娃的衣装都需要定期清洗，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然而胡格特却乐在其中，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地清洗它们，与他们交谈。或许很多人会说，这样花钱却不挣钱，金山银山也会被消耗殆尽。胡格特虽然远离尘世的喧嚣，却并没有坐吃山空。他继承了父亲在商业中的头脑，所购置的不动产变成一块块金贵的宝地。无论是宁静的乡村、偏远的山区，还是风光旖旎的海岸线，他的产业无处不在。1952年，胡格特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买下的一处占地52英亩的别墅，
后来的价值超过2400万美元。有好事的媒体打趣道，胡格特的地产帝国甚至能让那位以地产大亨闻名的特朗普也感到羞愧。1991年，胡格特在曼哈顿的一所医院中因癌症住院，虽然勇敢地战胜了病魔，但此后长达20年的时光里，再也没有回到过曾经熠熠生辉的曼哈顿豪宅。胡格特选择隐居生活，与世隔绝，即便律师前来，也只能在门外与他交谈。2011年，胡格特在孤独中结束悠长的人生旅程，距离105岁的生日仅差2个星期。离世后，有人统计，父亲留给他的3亿美元遗产，在其投资下增长至5亿多美元，并将大部分资金捐赠给了慈善机构，剩余的财产则被分配给各大医院、助手以及那些在他生病期间给予关照的医生。回望胡格特的一生，都和财富离不开关系。讽刺的是，他内心最排斥的恰恰是这些金钱。曾深情地吐露心声，财富是幸福快乐的威胁，我并不想拥有。假如时光能够回溯，胡格特最渴望的不过是锦衣亲人左右，与他们共享自己的艺术创作，展示真爱的洋娃娃，一同经历岁月的风霜，静静地享受家庭的温暖，慢慢变老。